第12章被针对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斗争。对我来说，被人阴一刀很痛苦。马从敬却像没事的人一样，笑嘻嘻的把我叫到了会议室。他轻轻的把门关上，回头的时候脸就变了。我刚刚查了保护系统，黄金锁业是昨天晚上才进系统保护的。很明显，我们被针对了。马从敬道，我以为他会立刻给我支招，或者说安慰我，或者说批评我，但是他却道，陈斌，这是我的疏忽，我没有告诉你建站业务是有客户保护机制的。你放心，这张单他们一部签了多少，我按他们签单的金额给你补提成。他顿了顿，又道，不仅如此，这个月我们8部所有的网站单都交给你去谈。你上个月学习了建站需要的专业素养，这个月即我派上用场。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变态如马从敬，他会突然慈悲心肠，突然就对我这么好。我很快明白了，此时此刻的马从敬比我更难受。他是从广州空降过来的经理，来的第1个月就把业绩干到了公司第3，风头出的太大了。再加上我和老唐骑在一部员工的脑袋上开了一张1万3的单子，让一部某业务员被群嘲，梁子不就结下了吗？我被针对，我只是个小角色，无所谓，而他是8部的经理，如果就这么被人家踩下去了，还能在深圳混得下去？一念及此，我道，老马，你给我提具体的要求吧，想让我干成什么样？马从敬道，很简单，我要你这个月即我冲进全公司销售3甲榜。你刚才和温小兵认识了吧？瞧瞧人家那神气活现的样，他是公司的销工，你是啥？你是刚刚转正的小商务代表，你要跟他平起平坐，就给我干上销工去，把他给我踩在脚底板上摩擦。我惊呆了，公司从商务代表到销工差了2级，销工的评定有2个硬指标，第一个指标是月度业绩一定要进过3甲，第2个指标是连续3个月业绩破4万，或者单月业绩破10万。我觉得马从敬是疯了，让我冲击销榜3甲，而且还要拿到销工，就1个月时间。我同意的话，我就让全部门的人都支持你，所有的资源都向你倾斜。你不答应，我就找方柔。我很想给马从敬一个耳光，这女人又把她的阴暗暴露到了我的面前，这是赤裸裸的威胁。我问她，老马，你为什么选我？陈斌，你他妈哪里有那么多为什么？你他妈连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都不把握，还他妈怂，就你这熊样，能成事？老子去找方柔。我从椅子上跳起来，道，妈的，我干了。马从敬，你少他妈拿方柔刺激我。马从敬一笑，变脸如翻书。好，我没看错你。这样吧，你去准备一下，下午我们去百盛鞋厂，我也去。你负责搞定姓谢的，我对付二奶。我以公司设计总监的身份过去，分头行动。马从敬接下来把部门其他的人又叫到了办公室，这帮家伙出来个个苦大仇深。方柔凑过来拍拍我的肩膀，我手上有2个网站单，他妈的，我们合作干出来，干死1部他妈的那群王八蛋。然后是宋小波、张静，我对马从敬真服了，这女人洗脑的本事简直太高了。明明是一件很恶心的事儿，她利用这事儿大做文章，把8部这帮人都撩拨起来了。人骨子里都有好斗的基因，我现在被马从敬赶到了风口上，得他妈干啊！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又梳理了一下马从敬的套路，我发现这女人选我站出来，并不是真的对我青睐，而是整个8部目前能熟练掌握网站策划建站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搞网站单其实有些吃力不讨好，比不上卖域名那样短平快，但是卖掉了域名之后，客户有了信任，下一步再推网站又是必然。所以马从敬就顺水推舟，让部门的同事把涉及网站建设的单都和我合作，部门其他人再也不用分心了，他可以天天给他们洗脑，给他们打鸡血，让他们拼命的去卖中文域名，去搞短平快。部门的人力资源让他这么一调配，效率提高好多倍。他还打着要反抗1部压迫的旗号，显得师出有名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学到了。下午我们去百盛鞋厂，马从敬以设计总监的身份过去的，带着数码相机拍照，和郑小军沟通建站的具体事情。我和老唐则是约谢明军喝酒，老谢是个爽快人，喝多了就把老底都给了我们。他跟老板20年了，百盛厂他一直在管，但是今年来了一个郑小军，专门针对他，跟他抢风头，他又不能把人干掉。我道，谢哥，这事儿简单，你干脆这样。我立马把马从敬出的那损招跟谢明军一说。谢明军盯着我看了足足1分钟，然后他一拍大腿，道，兄弟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弟弟，老子这一次要把这个贱女人整出水来。我和老唐2人捂着肚子笑，心想，老谢你嘴里都是一些什么虎狼之词，就这一下关系就近了。老谢道，待会儿下半场我安排。我瞧着他那副 LSP 的样子，就知道待会儿的节目肯定精彩。那天我第一次见到了不养鱼的鱼缸，硕大的鱼缸后面亭亭立着的各种花色的各种调子的美女，你随便挑随便选。后面闻名天下的 X 式服务，04年已经非常精彩，但是我他妈天生有点洁癖，玩不了这玩意儿。但是第2天老唐跟我说，他一直劝跟他服务的那女孩从良，
我他妈就还是笑瘫到地上了。估计那女孩也应该是一脸懵逼的。但是有一点绝对可以保证，那就是没有人会鄙视老唐，因为老唐给了钱，只要你给钱，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任何服务。这才是 X 是真正的精髓所在，而不是后面那些打着某某服务的幌子，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。